真是穿说了，竟然还穿成了全蒙文全权天下中最大反派的独女许清欢。原著中，许家满门奸劣，他爹是巨贪，贪墨赈灾夷，导致遍地灾民饿死。大哥是恶霸，强抢民女，无恶不作。而原主许清欢更是骄奢淫逸，以折磨下人为乐。可3年后，亲皇登基清算旧账，许家9族被挂在城墙上曝尸3天，最后被扔进乱葬岗喂狗。这开局是在逗我，老天爷，我不想死了！检测到宿主强烈求生欲，为富不仁系统已激活。只要宿主完成为富不仁的败家任务，累计110白银，或直接流放岭南，即可获得巨额退休金10亿，并解锁回家进度。10亿还能回家？当前主线任务24小时内以纨绔恶女人设挥霍5000两白银，需遭到道德谴责且产生实际交易，任务失败抹杀灵魂。作恶，掌门我能回家，当恶女又如何？小姐，你醒了。老爷正在书房点银子呢，说是朝廷下发的赈灾款到了。什么？我爹在点赈灾款，快带我去见他！完了就被他藏起来了。2万两赈灾银，多报2成灾民，所有的钱就归我了。朝廷那帮傻子！哎呀，我的乖暖暖，怎么也不敲门，吓死爹了！爹，给我5000两。你把县衙卖了也不值这个数，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我看城外灾民不顺眼，要把全城米铺的发霉陈米全买，当着他们的面糟蹋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。你是说买烂米不给灾民吃，还要高价让奸商赚钱？对，就是要气死那些穷鬼，让他们知道钱能通神，也能堵死他们的活路。把好米留着桶卖，发霉的米做做样子，这样一来，钱花出去，账做平了，锅甩给米商，最后这钱转一圈，还是能通过米商回到自己手上。妙啊，真是妙啊！爹，好一个朱门酒肉臭，不愧是我徐有德的宠，这心狠手辣的劲儿，随我！爹，你不骂我？骂什么？爹支持你，高原县的天捅破了，爹给你挺着。剩余23小时。放心吧，爹，我一定败得惊天动地，绝不给您省一个子儿。这孩子终于长大了，知道帮爹分忧了。1斗米500文，你们这是抢钱啊！简直是羞辱斯文！哼，爱买不买，这年头有米就是爷。赵掌柜，本小姐买米。许小姐，您要多少？我要你库房里所有发霉、生虫、给狗都不吃的陈米烂谷子，而且我用3倍的价格收，买回去给我的宠物吃。许大小姐，您是认真的？简直荒唐！城外灾民因此而死，你竟花巨资买烂米给宠物，这是何等歹毒的心肠！这是要把灾民使绝路上。检测到全体性仇恨值，判定行为极度恶劣，奖励退休金20万。本小姐的宠物就爱吃这口，好米太金贵，他们不配。赵掌柜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搬米！给许小姐装车！快来！装车，拉去城门口。本小姐要当众吃粥。这许有德真是教女无方啊！花5000两买一堆烂米给灾民，这是嫌许家名声还不够臭吗？我看他倒是聪明的很，这许家大小姐
倒比堂上那些虚伪小人有趣的多。三殿下，您此言何意？李大人，凡事不可只看表面。他高价收陈米，那些粮商为赚钱，必然会把压箱底的陈米都翻出来。只要有米入市，粮价就会下跌。他此举看似挥霍无度，实则是为了救济灾民，断绝奸商囤米抬价的念想。殿下说笑了，此女劣迹斑斑，满城唾骂，怎会有这般心思？下官不信。你不信，那便去城门口看看就知道了。今日我许清欢施粥，人人有份，绝不落坑。哎呀，我活菩萨呀！这帮人饿疯了吗？给他们吃这种猪食，他们还敢激我？不行，谢必须得再坏一点。急什么急？让你见着爷饿什么？家施粥见着有份，这周我们哥几个包圆了。让开，停这个！是流氓！这是我回现代的加速器啊！系统，往救命粥里掺脏东西，算不算恶毒？判定中。该行为严重践踏人格尊严，极度恶劣，预计恶名值与情绪值双倍暴击。既然各位这么想吃，那就请吧。本小姐加了料的特制营养餐，管够。皇娘，你他妈把我们当畜生喂！这泥汤子是人喝的吗？本小姐的粥就这个味儿，爱吃吃，不吃滚。要是这么走了，回去没法跟李大人交差。乡亲们，这女人心肠歹毒，拿这种脏东西羞辱咱们，咱们把这粥棚砸了，把许家抢了。只有抢了许家，才有干净米吃。来了，激起民变，当众被打，这剧情走向完美。只要这顾一心，我这恶毒女配就被钉死在耻辱柱上，流放简直是板上钉钉。来吧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来呀，快打我，朝这儿打！不是，我应该觉得受辱了吗？你们不应该把怒火撒向我这个始作俑者吗？为什么帮我打架？多谢大小姐活命之恩。太爷，你清醒点儿！这是泥啊，这是沙子，我是坏人啊！不，这是大智慧，这是菩萨心肠。都是那精细的白米粥，刚才那群流氓恶霸早就抢光了，哪里轮得到我们喝上一口？只有这掺了沙子的脏粥，我们这些烂命一条的人才能真正喝上。许小姐不惜自污名声，得罪权贵流氓，都是为了我们呀！多谢许小姐沉沙之恩。许小姐英明。好一招掺沙施粥，好一招以劣驱良。古有廉颇负荆，今有许氏掺沙。你被万世恶名，也要救这一城百姓。此等凶精手段，便是朝中那些自诩清流的一品大员，也未必能及。萧某，受教了。奖励已发放。我不要生我，我只想完成遗臭万年的任务，早日回现代啊！荒谬，简直荒谬至极！这位公子这般指鹿为马，未免有失偏颇。泥沙俱下，秽物冲击，这分明是践踏人伦。这老头能扯，有啥真相？圣人云：民为贵。许家以此物为人，视流民如猪狗，哪里是救命啊？分明是害命！听见没有？这才是明白人。本小姐早就说了，这就是喂猪喂狗的法子。谁让你们穷鬼命贱，不想死就别吃，滚远点！你这毒妇，居然还敢承认！你骂他是毒妇，简直有辱斯文，不合礼数。你读半辈子圣贤书，读傻了吗？我问你，今日许家若是失手精米粥，此刻粥在谁肚子里？若是精米，粥棚刚搭就会被这些无赖抢夺一空，转手黑市高价售卖。这些饿得走不动路的老弱妇孺，能抢得过地痞吗？掺了沙子，妇人不屑吃，恶霸懒得抢，唯有快饿死的人，才不会嫌弃这口救命粮。这就是乱世中唯一活人无数之法。
许小姐大意，许小姐大意。全完了，全完了！这男人到底是谁啊？怎么什么事都能让他圆回来？再这么下去，我大前圣人的名号要坐实了！不行！还不够，再加！树皮草根全扔进去，我看谁还敢说我是好人！看看，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？蜜糠树皮是给人吃的，把人当畜生养，这种毒妇人人得而诛之。说话呀，这次你总没法死了吧？妙，大妙！诸位请看，米糠虽粗，却能饱腹；树皮虽涩，却可充饥。许小姐这是在降低成本，扩大救济，为让更多人活，她不惜自污名声，不惜被你们这些只知道动嘴皮子的酸儒谩骂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，真正的圣人手段。许小姐，活菩萨呀！活菩萨呀！小姐，全完了，全完了！这还怎么做坏人啊？这还怎么回现代啊？检测到群体性极度感激与震撼情绪，检测到高阶层人物情绪变动，奖励退休金30万元。闭嘴行不行？我真的只想做个坏人。好闺女，做得太漂亮了，为父真是没白疼你。我做什么了？你拿5000两去买烂米12周，满城都闹得沸沸扬扬。朝廷拨下来的2万两赈灾银，我本还愁怎么母凭账目，你这一闹，正好全算在赈灾开销里。除了给赵四一点辛苦费，剩下的都进了咱家库房，还帮爹立了善名，一箭双雕啊！乖囡儿，你这一招以次充好，比爹强。5000两白银花出去，不仅没有败家，怎么还给贪官老爹赚钱了？发布新任务，3日内完成10万两白银挥霍资金流动，必须铺张浪费，为人不耻。10万两，只要败光10万两，我就能继续租，然后领着退休金回现代。许家现在根本拿不出这么多现银，贪官爹的钱不是买了田产，就是拿去贿赂上司，府里根本没有多余的活钱。既然家里没钱，那就借鸡生蛋，用别人的钱败自己的家，做自己的死。把这些请帖给城里所有富户都送过去，一家不准漏。请各位员外赴县衙役，为保地方安宁，每家需交白银100两，方可入席。大小姐，这哪是请帖啊？这是勒索呀！什么勒索？这叫强制募捐！快去！100两银子吃顿饭，这县令比土匪还狠。可咱们谁可说就是县令？这是人都到齐了，废话不多说，把大家叫来没别的事。最近手头紧，想借各位的钱袋子花花，谁赞成谁反对？怎么都不打算给面子啊？放心，我不白拿你们的。看好了，这是许家发行的贵宾通行证，1张200两。买了这张证以后，在桃源县就是我许清欢的人。不管是什么牛鬼蛇神，看到这张卡都得给我几分面子。谁会花200两买张废纸啊？这哪是护身符，这是催命符啊！借了这卡，就是跟徐有德绑在了一条船上。往后朝廷要是查下来，抄家灭族都跑不掉。怎么没人上当？我得再加把劲儿！来人，不买的都给我拖出去！慢！他怎么了？许小姐，这张卡当真能在县城畅行无阻？废话，这桃源县我爹说了算，天塌了有许家顶着。诸位，这哪是一张卡，这分明是特许经营权啊！自古商贾经营最怕苛捐杂税，层层盘蝎，衙役要钱，地痞要钱，过关卡要钱，这1年下来，利润去了70%。此卡是将那些见不得光的打点变成了明面上的契约，这是在给商贾立规矩，给生意铺路啊！什么立规矩铺路？我这是勒索，是保护费啊！这张1号令我要了。
这卡要这能挡灾，别说200两，500两也值啊！我要2号，给我一张，我要尽力手术，钱都在这儿，把那张8号给我，把那张8号给我。恭喜宿主，累计银两已达10万两，奖励10万退休金已发放。我要的是一键解锁回现代啊！现在名声越来越好，完不成遗臭万庭的任务，这些退休金都是废纸。钱是赚够了，可名声还不够臭。再这么下去，我迟早得被当成清官送走。支线任务：快速花光银两，大幅降低宿主名声，失败惩罚，扣除全部银两，声望清零重置。要把钱花出去，还得快速败名声，那就得干正常人不敢干的事。你去贴告示，许家重金聘请地痞恶霸，我要组建城管大队，让他们上街欺负人，把桃源县搅得鸡犬不宁。是。本县特招城管大队队员，要求凶狠胆大、有案底者优先，每月5两银子。疯了吧？招地痞流氓当差，许知县这是要把县城搅翻天呢！想要钱，许家的银子只有听话的狗才能吃。不尝试，你们还能活吗？大小姐，您这话说的可不好听。这钱我拿了，至于听不听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来人！听清楚了，这是许家的规矩。想要钱，就得先卖身契，签了契，你们就是许家的人。谁敢拿了钱跑路，我让我爹发海捕文书，抄家灭族。好处是每人每月5两银子，管吃管住，还给你们发统一的衣裳。只要听话，这钱就是你的。真有这条好事吗？大小姐，我签，我愿意签，我听话，我保证听话。大小姐，我也签。来人，拿卖身契！从今往后，你们归我直管，叫城管大队。从今天起，统一着装，上街办事。大人，咱们办什么事儿？街上乱摆的、占道的、不听劝的，该先的先，该清的清，不必客气。好一个徐有德！公开招募地痞流氓，统一着装，还签卖身契，这哪里是城管大队，这是私去死士！大人，那我们在自己往死路上走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此事非同小可，足以扣上意图谋逆的杀头大罪。连夜派人送往京城，直接递到督察院。属下遵命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一次许家还怎么保他。快，放手！官爷，小的立马走，这就走。就是现在，把桌子掀了，把人打了，任务进度条就能往前窜一大级。瞎吗？没看见这路是给人走的，东西不许过去！再敢把炉子探出1寸，老子手里的锅！
谢官爷不杀之恩这算什么？暴力强拆变成了暴力整理。都看好了，这条线内摆摊儿，不准越线上道，各家把摊子摆整齐，垃圾收拾干净。喂，我们一直都这样的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县令大人说了，要规范秩序，整齐了，客人看着舒服，你们生意才好。快点，快点！赶紧听到没有？够，是过线了，溜回去。我让你们闹事砸摊，谁让你们整顿市容了？你是混混，不是公差啊！等等，前面有人不按线摆，你过去看看。规矩规矩。终于要开始闹事。之前警告过你们，过线就罚20文。20文，您数数。这线画的好啊！以前大家都往中间挤，现在您一管路宽了，富户的马车能进来了，赚的比平时多1倍。这钱罚的值，以后这就是管理费，我月交。是啊，以前总丢东西，现在几位爷往这儿一站，哪个小偷敢伸手？我的，来，这就是保护我们收入的费用啊！就是。你拿好。谁让你们这么干的？我不是让你们。大小姐，咱们穿着这身制服就是体面人，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打砸抢。我们要给许县令争光。是啊，大人，咱们现在有头有脸了，我一定好好整顿街道，绝不丢大人的脸。许县长这招还真管用啊！哎呀，名声怎么越来越好了？我到底啥时候能完成任务回现代啊？系统，又是整顿街道，又是收管理费，名声没臭就算了，怎么还走了好县令方向偏？提示：只要符合规则，以官府名义执行，无论是否严苛，均视为有效敛财。合着程序正义的剥削也算是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来波狠的。摊子虽然齐了，路虽然净了，可罚款太过随机，来钱太慢。你要的是源源不断的流水。这地皮是许家的，他们在这儿摆摊，占的可是许家的地。从今天开始要收租，不，收租太土，这叫特许经营费。从今日起，本县推行许氏特许经营牌，凡摆摊者先交10两认牌费，再交每月管理费。有牌经营，无牌一律驱逐。以前天天被地痞欺负，现在有安稳地方做生意，10两值。交了钱就没人捣乱，划算。等等，刚想起来，牌子有限，涨价，15两一张。我先交，我要一张。我也要一张。哎，给我也来一张，以后就跟着许大人干了。给我一张，一直跟着许大人干了。大老爷呀！我在坐地起价，不生气的吗？恭喜宿主，短时间内敛财5000两，任务进度大幅提升。我是来当恶县令敛财败名的，怎么搞得像惠民政策一样啊？公子，这许县令坐地起价也太霸道了吧！霸道之中有规矩，以手腕压灭地痞乱象，以牌子划分经营秩序，看似可怜，实则以严治稳，以归安民。此人看似胡闹，实则懂治世之道。公子的意思是？走，我亲自去拜访这位恶名在外的许大小姐。都讲好了，今日起摊位分区竞价，甲区黄金地段10两银子起拍，价高者得，不交钱一律靠边站。公子，这许清欢分明是横征暴敛，又是特许牌又是管理费，如今还搞什么分区竞价，简直是乱政害民。你只看到他在收钱，却没看到这成活了。此前街头混混横行，占道拥堵，皆是半死不活。如今他把混混变城管，街道通畅，商贩客流翻倍，利润远胜从前。不信你看。待会儿最好贫富互骂，商贩抱团造反，直接坐实我许家恶鬼之名。我出20两，我要甲区最好位置。我出30两，我出35两。咱们凑钱拍一个，位置好，客人多，几天就会来。好，一起拼！来，好，我的，好，拍来，来。
我是来搞臭自己的，你们怎么还众筹搞事业了？检测到宿主政策激活全线上页，市场繁荣度大幅提升，主线任务赚取10万200银，超额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划区而治，竞价引流，以利于驱动商贩自觉守规。他懂经济，通人性，一手烂牌打出了治世之局。怎么又是他？大哥，求放过！世人皆道你是贪财恶官，可在我眼中，你不是恶官，不是恶女，你是被官场埋没、被误解的国士之才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！再这么转下去，我这清官贤明洗都洗不掉。不，我要当恶官。大小姐，您吩咐，是不是要把这些钱运回府里入库？小的这就去叫人。入什么库？这钱脏，我嫌占地方，找工匠把这条路给我撬了。这撬了？这可是前年刚铺的青砖，好着呢。换成苏州运来的金砖，就是那种皇宫里才铺得起的方砖。我要这条街连乞丐要饭都得脱了鞋才能进，街上的灯笼全拆了，换成苏绣的双面绣，里面点的蜡烛得是掺了香料的焦油烛。我要晚上这条街亮得跟白天一样，熏得人睁不开眼。这就是败家，这就是奢靡。这时候灾民还在城外喝粥，我在这铺金砖点香烛，这种强烈的贫富差距，绝对能把仇恨值拉满。帮帮人，连大人都滚开！赶紧给老子交钱！为什么打人呢？大爷，各位大爷行行好，钱都交给许家了，真的没钱了。那是你们蠢，交了许家的钱，铁拳帮的利钱1文都不能少，谁敢不交，这就是下场。小姐，是铁拳帮以前常年盘剥商贩的地头蛇。这铁拳帮算什么东西？抢劫我的私有财产，这些商贩是我许清欢的韭菜，除了我，谁也不能动，给我打！让所有人知道，这桃源县的规矩只有我许清欢能定。是，小丫头片子，也敢管老子！打！敢砸许家的场子，敢动许家的钱，你赔得起吗？这商贩还要交下个月的钱呢，你把他打坏了，这钱你出啊！继续做生意，谁要是敢偷懒不赚钱，下个月就涨租金。哎呀，脏的东西！许小姐圣明，有了这许家特许牌，那就是有了护身符。这哪里是交钱，这是找了个活菩萨供着呀！哪怕这管理费涨到2两，我们也交。要不是许家的人，我今天这命就没了。许小姐是好人，是大善人呐。许小姐仁慈，许小姐为我为我，以后这条街只是许家的孩子。检测到群体性极度感激与依赖情绪，暴击奖励，退休金增加白银20万两。这帮人是不是有病？我这是垄断压榨，不恨我把你们当韭菜，反而嫌我把别的猪赶走了，这世道还有没有天理了？行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被剥削，既然你们觉得交钱就是积德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传令下去，从下个月起管理费涨价。这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帝王心术。以雷霆手段现菩萨心肠，大小姐深不可测呀。这几天赚的太多，现在我手里的现银已经超过了20万，得把这些烫手的东西扔出去，还要扔得响亮，得让全天下都知道我是个败家精。这是一座荒山，全是乱石岗，毫无价值，纯粹浪费。李胜，10万两，1个月内我要在这个鬼地方看见一条路，不仅要修路，还得按京城朱雀大街的规格来修。大小姐说的是城西那座荒山，这使不得呀！那地方平时根本没人去，10万两银子砸进去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我喜欢那儿的风，我想上去看风景，不行吗？行吧，那小的这就去找工匠。不过这工钱怎么算？按规矩，征夫是管理队稀饭，不给钱。不给钱？1天100文，还管饭，1日3餐，顿顿要有肉，肥肉。
让厨子把油水给我做足了。大小姐，这给口饭吃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，给这么多钱还得给肉，而且这要是让别的夫差知道了，咱们许家就成众矢之的了，这是坏了行规啊！规矩？你以为我是发善心？牛首山上风大，我要让这帮人去给我搬石头，去填坑，我要让他们把命都搭在那条路上。100文，那是买命钱，给了钱，我就能把他们当牲口使唤。现在这世道，给个10文钱，也有的是人愿意卖命，给100文还给肉吃，这哪里是买命，这是救命啊！买灰粉，就是那种烧窑剩下来的废料，全给我买了。那东西就是灰，见风就散，铺路不结实。我就要那条路程，再去铁匠铺把那些卖不出去的粗铁条都买了，不管生锈没生锈，有多少要多少。买铁条干什么？埋进路里，增加重量，让那些流民搬的时候更费劲，累死他们。把声势给我造大点，告诉那帮穷鬼，不想死的就别来，来了就得把命给我留下。是，大小姐。哪是买命钱，这分明是以工代衬。大小姐是在给那几千流民找一条活路，还要找个借口让他们拿钱拿得有尊严。至于那个灰粉和铁条，她肯定是别有深意。他要干什么？大小姐要修路，修去牛首山，还说要用灰粉和铁条铺路，给流民发100文一天的工钱。那里是制高点，要是把路修上去，站在山顶，半个桃源县尽收眼底。往西能看到官道，往北能看到河堤，好地方。那地方易守难攻，要是真有乱子，那里就是最好的堡垒。可是大人，那灰粉和铁条……你不懂，灰粉遇水则凝，若是配上铁条做骨架，他这是要修一条千年不坏的战备道啊！闺女，这是在未雨绸缪？难道说他早就看出了如今局势不稳，在给我留后路啊？把库房里的3000银全拨给他，告诉李胜，让他放手去干。是。光修路不行，还得盖个楼，盖个摘星楼，全是汉白玉，还得镶金边。只要这工程一开始，那就是个无底洞，这钱肯定是扔水里了。这次选我有力气，我能搬石头。大老爷行行好，我家3个娃要饿死了。小姐，人太多了，家丁们快顶不住了。要是冲进来，咱们这些人不够塞牙缝的。都给我安静！一个个的跟饿死鬼投胎似的。我许家是招工，不是开善堂。想要钱，那就得听我的规矩，壮丁通通不要。我只收老弱病残。小姐，您疯了！老弱病残干不了重活啊！青少年有力气，心眼多，不好管。我就要那些快死的、没力气的，这种人好欺负，打死了也没人管。还不说我刻薄，说我冷血，说我丧心病狂。快点让我声望暴跌！我是废人，我只有一只手。哎呦，我60了，我腿是瘸了。我带着孩子，只要给口饭吃就行。别急，再急取消资格，谁敢乱动我就抽死谁！把钱抬上来。还有肉，今天的工钱预支。吃饱了肉，拿了钱就给我去山上搬石头。谁要是敢偷懒，这钱我就收回来。大小姐是菩萨，活菩萨呀！菩萨保佑，许家大德。听不懂吗？我是要欺负你们，我是要压榨你们，我是坏人。小姐别说了，我们都懂。您心善，又怕我们不好意思，才故意说狠话。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。这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小姐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干，绝不辜负你的一片好心。
检测到信仰及感激情绪，民心所向，万众归心，奖励白银50万两，已发放至唱户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我中午忘倒掉的废料。这种灰粉拌了水，不用完就会变硬，把模具都给废了。这可是大小姐花钱买的贵重材料，被我给放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大小姐恕罪，是小老儿疏忽，小老儿这就把它弄碎了，重新拌。嘿，这触感怎么这么熟悉？这是水泥，水泥好啊，跟石头一样硬，铺在路上，以后想拆都拆不掉。这不就意味着以后有人想开发这片地，光是清理这些路基的费用就是个天文数字，这才是真正的白家，这才是劫虎计。这东西虽然硬，但它能防刁民偷盗。这灰浆子一旦干了，就把铁条咬住了，就算拿铁锤砸，也别想把铁条抠出来。有点意思。我许家的东西，哪怕是一根钉子烂在地里，也不能便宜了别人。刘二麻子，把这配方的匠人全部找来，价钱随便开，买断配方。从今往后，全线修路只准用这种材料。小姐，这材料极费灰粉与铁条，成本极高。怕什么？传令下去，以后所有的路段都按这个法子弄，铁条给我往死里加，别心疼钱。我要这路硬的连雷都劈不开。钱从我手里流出去，又在集市里转起来。好机会，增收市场繁荣费，抽2成流水，又贪钱又巧丽，这次必被骂死。刘二麻子贴告示，从今日起，全县商铺摊贩一律征收市场繁荣费，按每日流水抽取2成，少一文都不行。日落之前收不齐，明天就把铺子给我砸了。大小姐，这是苛政啊，会逼反。逼反？不反我还不收呢。最好把事情闹到京城，让皇帝老儿直接一道圣旨把我流放了事。去收，带上刘二麻子那群人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，给我往死里打！徐家令，今日生意红火，接赖大小姐赏饭，现征收繁荣费，取流水2成。管家，这是今日流水的2成，外加2年茶水费。哎呀，我也有。哎呀，掌柜，您没听错，这可是2成流水啊！大人放心，莫说2成，便是3成，我们也心甘情愿交。是啊，大人，托您的福，生意比以前好10倍，交点钱算什么？有没有搞错？我加税你们还开心？你们是不是被我压榨出感情了？殿下，这不合常理，流民诈富，按理说该出乱子才对。可你看，这怎么反而比平时还要安稳？你不懂，他修路发钱，让流民有钱花，再抽2成繁荣费，把钱回笼，再投入县城，以钱活水，以水养鱼，以鱼再生钱，这哪里是横征暴敛？这是理财鬼财，敛财而不伤民，取之有道，育人无形。这等理财鬼财，若能入主户部，大钱国库有救了。挪用公款、贪污，限时1月，资金自筹。县衙账房比我的脸还干净，许家那点家底早就被我换成了粮食和路基，现在要我去哪儿变出50万两现银来贪污？去抢吗？大小姐，出事了！大小姐，牛首山那边停工了。大小姐，那个摘星楼的地基刚挖下去不到2丈，就碰上了硬茬，工匠们的锄头断了好几把，说是挖到了山神谷。山神谷，封建迷信，这就意味着工程得停，钱得继续花，还没法验收，这简直是瞌睡送枕头。备车，我去看看这山神谷到底有多硬。这地底下全是黑石头，硬得不像话，火烧不烈，水泼不进。大家都说这是动了山神的骨头，要是再挖下去，怕是要遭天谴呐。是
赤铁矿，这可是国矿，私采是要杀头的。太好了，我正愁完不成贪污任务。私采国矿倒卖物资，贪污巨款，这一条龙下来，别说是完成任务，这简直就是在把牢底坐穿的道路上狂奔！把这里的路口全给我堵上！从今天起，这就不是什么摘星楼工地，是许家的矿场。什么山神谷，这是铁，是钱，给我挖！把这层皮都给我扒了！谁敢停手，我就把他填进坑，给山神当祭品。谁要是敢把这消息漏出去半次，就让他永远留在这山上，互相盯着的。谁举报有人偷懒，赏银100两。赤铁矿，闺女长大了，不仅会搞钱，还会搞战备。有了这座矿，有了这条路，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本钱。李胜，传我的令，调县衙的3班衙役过来，把这牛首山给我围了，一只鸟也不许放进来。就说大小姐在这修楼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是。私采铁矿在大前是诛九族的大罪，许家就得整整齐齐去菜市口排队。系统要的是贪污，只要成了不起眼的物件，神仙也查不出来。李胜，你去贴告示。什么？把方圆百里所有的铁匠都给我找来，工钱是外面的5倍，只要手艺好，我给10倍，连学徒我都要。全县的铁匠加起来也有110号人。大小姐，咱们这是要开兵器局吗？这要是让朝廷知道了……闭嘴！谁说我要造兵器？我要造农具。农具？锄头、镰刀、犁铧，除了这些，别的什么都不许造，哪怕是一把菜刀，谁敢打出来，我就剁了他的手。兵器太扎眼，农具可以。几万把锄头撒出去，换回来的就是几10万两白银的流水。这笔钱只要不入公账，那就是我的贪污业绩。还不去？乖女儿，这招寓兵于农，你是从哪本古籍上看来的？什么兵？明造农具，暗锻晶体，用料扎实，工艺精良，战时稍加改造便是兵器。这是寓兵于农，藏器于民。我女儿竟有如此雄才大略。听说是就是吧。您记得帮我把这批货的露营搞定。爹办事，你放心。成本翻了，售价压到最低，稳赔不挣。我真是个败家小天才。太慢，虽然那帮流民和铁匠没日没夜的干，但这销赃的速度还是跟不上。李胜，把这批货往外掀了，价格比市价低30%。30%？大小姐，咱这本来就是亏本卖，再降30%，那就是赔钱赚吆喝。我就是要赔钱，库房里的东西堆着就是石头，换成银子才是钱。我要的是现银。只有把这些东西变成了银子，我才能操作那个贪污流程。从今儿起，账本做2套，一本真账记录农具热销，银子哗哗进账；一本假账，通天亏损，入不敷出，惨不忍睹。对外就说咱们亏损严重，快要破产；对内真账收好，银子全进我私库。我倒要看看这次贪污任务能不能完成。一个个红光满面，哪有半点被压榨的样子？不行，得给他们上点眼药。都给我听好了，我给你们吃，给你们喝，给你们高工钱，那是买命钱。拿了我的钱，就要无条件服从，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，我要你们去死，也得给我去死。这话说的够狠，够绝，够反叛。只要有一丝怨恨，这恩人值我就算刷到了。哎呀！若不是大人，我们早已冻死饿死。大人给我们活路，便是让我们以命相报，我们也心甘情愿。愿为大人受死，誓死追随。反派没当成，还收获了一批死忠粉。老天爷，你干脆告诉我，这恶官我到底还能不能当了？
钱越花越多，名声反而越来越好。再这么下去，别说流放，我甚至能混个青史留名。大小姐，前面是西市，这地界脏，咱绕道。真脏啊！脏？不，这是金矿，这是绝佳的恶心人的机会。只要是个活人，就得吃喝拉撒。吃喝可以忍，拉撒忍不了。控制了粮食，顶多被骂奸商；要是控制了全县人的屁股，李胜，你去把全城所有的公用茅房全给我封了。大小姐，封茅房，这百姓内急怎么办？急就给钱啊，1文签一次，包月20文。给钱我就让他们舒舒服服解决了，不给钱就给我憋着。要是敢在街上随地大小便，抓到一个罚10文。没钱交罚款就给我拉去牛首山挖矿抵债，啥时候挖过10文钱，啥时候放人。大小姐，这得要不少人手啊，府里的家丁怕是不够用。去流民营找那些断手断脚、老得走不动路的废人，给他们发衣服，让他们组成夜相思，专门守着茅房收钱、巡逻、抓违规。这次要是还不被骂成千古奸臣，我就名字倒过来写。干什么？老子拉屎也犯法？拉！大小姐说了，不想去茅房也行，就在这儿拉。拉完了自己捧着去城外埋了，我就不罚你钱。我去茅房，我给钱还不行吗？大小姐，您看这街面干净的能照出人影了。百姓们虽然一开始有意见，但现在都觉得这钱花的值，还有人主动给叶相思送茶水呢。我怎么又成了环保大使？不行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大小姐，您看这街面干净的能照出人影了。百姓们虽然一开始有意见，但现在都觉得这钱花的值，还有人主动给叶相思送茶水呢。我怎么又成了环保大使？不行，我得再想想办法。大小姐，按您的吩咐，秽物都集中堆在这儿，只不过天气一热，这秽物发酵，怕是会引来瘟疫呀。我就是要引来瘟疫，我倒要看这满城的秽物能闹出多大的乱子。终于打起来，这才是我想看到的画面。住手！别再闹事儿，给我狠狠的打！求求您了，行行好，把这金枝卖给俺吧，俺家地里的庄稼都快黄了，就等着这一口金枝。大小姐，这人跟牲畜粪便是唯一的肥料来源，那是比粮食还金贵的东西，老百姓们俗称金枝。各家各户都留着自己浇地，城里的粪便也是被各路粪霸霸身上。所以我这一手垄断，虽然初衷是为了恶心人，但客观上却建立了一个大型的有机肥处理中心。这帮农户听说咱们把全城的叶香都集中起来发酵，非要来买，说是咱们家的肥力足，不掺水。经过集中发酵处理的肥料，肥力确实比那些生粉要强。4文钱一桶，谁也别跟俺抢，我出4文，比你多1文。2文钱一桶，爱买不买？救命啊！怎么连屎都能变成钱？太值了！给我20桶，我要30桶！我也要。经过集中发酵处理的肥料，肥力确实比那些生粉要4文钱一强。桶，谁也别跟俺抢，我出4文，比你多1文。2文钱一桶，爱买不买？救命啊！怎么连屎都能变成钱？太值了！给我20桶，我要30桶！大小姐，这才半天，咱们就卖了5000多桶肥料，赚了足足10两银子。农户们都说这肥料好，还预定了下个月的货呢。我让你们把秽物堆着闹事，你们倒好，给我变成了赚钱的买卖。名声越来越好听，钱越来越多，离流放的目标越来越远了。检测到大规模群体感激情绪，奖励退休金80万元。大小姐，百姓们都说您治污秽农，是大大的好人呐。让他们买吧，把钱收好，别再让我听见这些好话了。吴大夫，你看那白切是不是毒？古书有云：脊背生瘴，
这气色发黄，味如腐尸，若是一直这么聚着不散，怕是要生大疫呀！好一个大义！徐家完了，垄断茅房，聚敛钱财，顶多算个奸商。皇上知道了，也就是罚点钱。但若是在荆棘大地制造瘟疫、蓄意毒气，这可是谋逆的大罪。快，把这封奏折加急送往京城，一定要让皇上知道许家的狼子野心。另外，把流言散播出去，告诉大家金枝是用尸毒炼的。庄稼长得是快，但种出来的粮食人吃了就得死，全家暴毙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快，把这封奏折加急送往京城，一定要让皇上知道许家的狼子野心。另外，把流言散播出去，告诉大家金枝是用尸毒炼的。庄稼长得是快，但种出来的粮食人吃了就得死，全家暴毙。是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听说了吗？许家那堆肥厂根本不是沤肥，是在养瘟神。太毒了！许家这是要把咱们全县人都毒死，太毒了，害怕死人才啊！没人听啊！老铁们，真是太没终于来了，恶名终于来。于天欢，你炼制毒气，谋害百姓的罪证确凿。今天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你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李文成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这堆肥厂明明是造福百姓的有机肥，怎么就成了炼毒了？哼，是不是炼毒，一看便知。我已经召集了乡绅和学政前来见证，现在就去堆肥厂揭穿你的真面目。许清欢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狡辩吗？这就是你炼毒的铁证。今日我就要当着全城百姓的面揭穿你的阴谋。我就顺水推舟，让这毒气来得更猛烈些，让大家都怕我，朝廷自然会治我的罪。你说这是毒？行啊，既然你这么懂，那我就当着大伙儿的面把这毒给炼到底。李胜，带人去把城东头的草木灰全都拉到我院子里来。是，大小姐。这许清欢是诚心往我手上送把柄。来了，怕了吧？等会儿灰尘漫天，把这堆好不容易发酵出来的鸡疙瘩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土渣子，顺便呛得你们睁不开眼，看谁还敢说我是活菩萨！到，给我搅，狠狠的搅！我的眼睛！毒气，真的是毒气！我的眼睛！毒气，真的是毒气！商家，这分明就是个要拉着全城人陪葬的疯子！他在炼毒，他在加速毒气扩散！快跑，毒气进城了！好，这下证据确凿，朝廷肯定会把我流放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炼的毒气，谁让你们都跟我作对，今天就让你们尝尝毒气的厉害！殿下，这许清欢也太疯狂了，竟然真的炼毒！别急，再看看，这许清欢行事向来诡异，看似背后或许另有深意，密切关注现场，有任何情况随时汇报。是，殿下。完了，这次不用等瘟疫爆发，光是这口毒气就能把人吓死。许家这是真的要造反呐！效果，以后谁还敢说我是活菩萨，我就把这毒气放他家门口去。李胜，去城里买油毡布，多少买多少。大小姐，卖油毡干啥呀？这都炸了！风上，给我把这几座山捂严实了，一点气都不准漏出来。草木灰加进去，肥力肯定坏了。现在趁热把这东西捂死，里面不透气，肯定得发霉长毛。到时候一揭开，这堆东西也就彻底成废物了，哪怕是盗窃钱也没人要。你这是要把毒气养起来？你是想练蛊王吗？莫要打草惊蛇。好，三皇子竟然在看我，看你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毒气。等过去，这毒气压不住炸了营，就是你许家满门抽斩的时候。起来，你是想练蛊王吗？
莫要打草惊蛇。好，三皇子竟然在看我，看你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毒气。等过几，这毒气压不住炸了营，就是你许家把门品。诸位大人，请看，那许氏女倒行逆施，用油毡封毒，如今3日已过，那里面的毒气怕是早就化成了剧毒的热沙。如此高温，必是毒火攻心之兆。这许家当真是丧心病狂。许寻欢，今日本官就要揭穿你的画皮。来人，去把那油毡布给本官掀了，让大伙看看这里面藏的是什么祸害。看，许寻欢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今日我就要将你捉拿归案，上报朝廷，治你个谋逆大罪。这是何为？那堆黑土上面竟然干干净净，连个虫子影都没有。神迹，这是神迹呀！晦涩画泥，其色如墨，其肉如火，其味如醇，这哪里是毒？这分明是古经里记载的熟肥呀！什么肥？熟肥呀！这东西经过高温发酵，虫卵全死了，毒气全散了，剩下的全是地里的精华。这东西撒地里那是给庄稼吃的大补丸，1把顶10把生肥。熟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家熟肥啊！原来是为了杀虫，怪不得要盖油毡，那是为了发酵啊！好土，真的是土啊！真是好土，种了一辈子地，可没见过这么好的肥呀！太好了呀，这！丢了！哎呀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好土，真的是土啊！真是好土，种了一辈子地，可没见过这么好的肥呀！太好了呀，这！丢了！哎呀，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什么收肥，什么神器？我那是为了毁尸灭迹啊！我那是为了把这堆尸搞得更恶心啊！怎么就成了给庄家的大补啊？检测到群体性极度感激情绪，奖励退休金100万元。许小姐，这熟肥怎么卖？25文钱一筐，出去卖呀！大小姐，发了，咱们又发了！这满城的屎尿屁，比金子还值钱啊！闭嘴！再说话，我就把你埋进那堆土里当肥料！老天爷啊，我就想当个祸害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李文成，你想去哪儿？下官是想回衙门取些封帖来。混账东西！封条，你要封什么？封这天降的祥瑞，还是封这万民的活路？你在奏折里是怎么写的？寸草不生，毒气屠城。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叫毒气吗？这分明是能活人无数的宝贝。是啊，李大人。您这是见不得咱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呀！就是，咱们地里的庄稼都要饿死了，好不容易许小姐给弄了点吃的，您非说是毒药，还要给填了，你的心是黑的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都给我滚开！是啊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？啊！是啊，李大人，您这是见不得咱们老百姓过好日子呀！就是，咱们地里的庄稼都要饿死了，好不容易许小姐给弄了点吃的，您非说是毒药，还要给填了，你的心是黑的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都给我滚开！是啊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？啊！高明，这许家女每次作恶都暗藏深意，既造福了百姓，又赚了钱，还不引火烧身。此女心胸之广，手段之辣，当朝一品大员也不过如此。以后无论她想做什么，孤都要将她纳入麾下，为大前所。那这样下去，别说回现代吹空调，我怕是要在这大前朝当一辈子的化肥女王。得赶紧想想办法。我想到办法了，没有什么比燃烧更败家了。李胜，你看这天黑呀，这都虚实了，自然是黑的。太黑了，我不喜欢，我要点灯。我要让这桃源县的主街亮得跟白天一样。去买汉白玉，给我立灯柱，每隔10步一根，要雕龙刻凤，气派十足。再去买东海椒油，把全江南的存货都给我扫空，灯罩要用五彩琉璃。大小姐，这也太费钱了，这些物件哪是点灯，这是烧钱呐！而且琉璃灯笼易碎，易碎好，高维护成本才是败家的精髓。3天之内，我要看到这条街亮起来，再把街边那些能收租的商铺全给我拆了。拆了之后换成牡丹芍药，要那种娇气难养、天天得有人伺候的花，再从苏州运几块太湖石放在路边当摆设。大小姐这是在自侮示弱呀！用这种毫无用处的奢华向朝廷证明自己胸无大志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我要把这条街变成只烧钱不赚钱的吞金兽，彻底断绝收入来源。
小的明白了，这就去办，保证把这条街打造成不夜城，画得干干净净，连个铜板都不剩。这次总该能败家成功了吧？要把这条街变成只烧钱不赚钱的吞金兽，彻底断绝收入来源。小的明白了，这就去办，保证把这条街打造成不夜城，画得干干净净，连个铜板都不剩。这次总该能败家成功了吧？耶！你看这么亮啊！真亮，真好！漂亮！活了这么大，从没见过这么亮的街。许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，竟然能造出这样的不夜城。烧钱，这都是在烧钱啊！可为什么他们还在夸我？为什么我的名声越来越好？把账本拿来。终于把那5000两横财给败光了。来了，客官里边请。夜市经济，我忘了。只想到了烧钱，却忘了在古代夜晚之所以没有商业活动，纯粹是因为看不见。现在我把灯点亮了，把路修平了，把环境搞好了，还提供了免费的座位和安保，这哪里是败家？这分明是给这帮刁民搭了个全天候24小时营业的聚宝盆，是把大钱的 GDP 硬生生拉长了1倍的时间。检测到速度不仅剥削白天，连黑夜都不放过，强行延长百姓劳动与消费时间，资本家嘴脸出显，恶名直波动预警。李胜，传我的话。从明天开始，这条街的摊位费给我翻3倍，想蹭光可以，按时辰收费，不仅要收税，还要收光照费、板凳磨损费、花草观赏费。大小姐，高，实在是高，这就叫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绝望，不存在的。我要开启全新的收割模式，有了这笔源源不断的钱，我下次就能玩更大。观赏费，大小姐，高，实在是高，这就叫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绝望，不存在的。我要开启全新的收割模式，有了这笔源源不断的钱，下次就……第10届诗词大会就在眼前，帖子都发出去了，可咱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定下来，传出去岂不是颜面尽失去？这次诗词大会，我接待的是京城户部右侍郎的亲侄子宋公子，若是场地太寒酸，怕是会惹得贵人不快。咱们原先定的盛平楼太破，李员外家的园子太俗，唉，云隐寺太远。是啊，学生听说隔壁桃源县或许可以，再来讲。林生，你是读书读傻了吧？桃源县是个什么德行？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满目疮痍，全县皆是流民，怎么配办文雅的诗会？就是啊，让宋公子去那种地方，不是把贵人往猪圈里领吗？你说桃源县满目疮痍？是啊。好，这地方选得好。宋公子此番南下，名为省亲游玩，实则是替他叔父探查民情。若咱们把诗会办在奢华场地，宋公子就算写出好诗，也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。可若是去了桃源县，在疮痍之地作诗，那就是心系苍生，是悲天悯人。在流民堆里，宋公子一袭白衣，挥毫泼墨，写下哀民生之多艰。这篇文章一旦传回京城，那是何等的声望，何等的政绩！妙，实在是高，实在是高。山长这一状，化腐朽为神奇。我要在桃源县那破败的废墟之上，簇拥着贵人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把隔壁那个穷邻居踩在脚下，成就我一段佳话。桃源县那破败的废墟之上，簇拥着贵人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把隔壁那个穷邻居踩在脚下，成就我一段佳话。
500文，这也太贵了。你不懂，桃源县现在商机这么多，路平灯亮，秩序好，这500文买的是入场券，值。我交，我出双倍，求个本地商户担保。我也交，别急，我先来的。我也交。大小姐这招赶人，怎么赶着赶着人更多了？李胜，传我的话，设立空气净化费、占地过大费，还有由于你长得太胖，占地面积过大费，凡是能想到的奇葩名目都给我加上。大小姐，这也太离谱了，商户们怕是不会同意吧？我要的就是他们不同意。仅入城临时通行证这一项，3天就收了8000两。在县衙侧厅挂个牌子，桃源税务结算中心，只要做生意都得纳税。在县衙侧厅挂个牌子，桃源税务结算中心，只要做生意都得纳税。骂呀！快骂！要啊！虽然税费名目多，但只要交了这一份，再也没人敢来骚扰我们，不用给各路衙门打点，算下来反而省了一大笔。是啊，许家收的虽然狠，但规矩透明，比那些暗箱操作的强多了。快去排队，这牌子肯定有名额限制，晚了说不定就领不到了。恭喜宿主完成贪污任务，奖励退休金1000万两。这反派我是真的当不下去了。宋公子，您有所不知，隔壁桃源县简直没法看。那许清欢奴役流民，让他们没日没夜的干活，还不给饱饭吃。何止是奴役流民，他还逼着人掏粪，设立夜香司，收1文钱入册费，简直是把百姓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。还有，他私设矿场，私卖铁矿，贪污受贿，无恶自作。那桃源县的百姓早就被他压迫的苦不堪申，只是敢怒不敢言啊！明日本公子就亲自前往桃源县，替天行道，还桃源县降妖除魔。宋玉白已经被激怒，许清欢这次必死无疑。外来人员入城必须清洁整洁，尤其是从清河县来的，先做消毒。那边路烂全是许小姐说的那个什么细菌，鞋上有泥，罚款10文，再买双草编鞋套穿上。哎呀，这京城来的公子怎么这么不讲究，带着泥塑下进城？就是带着泥就想往里冲，不知道许小姐最爱干净吗？我堂堂相府公子走到哪儿不是香风扑面，人人争相攀附，如今竟被人嫌弃脏。官服上有油渍，不够整洁，去把那面旗子拿好。还有你，胡子太长了，显得不干净，把胡子修剪了。我有钱，10文100两，我都给你们，都进去。有钱也得守规矩，罚款10两，鞋套20文，穿上就放行，别耽误后面人。进城后不许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。看见穿红马甲的教长官，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我倒要看看，把这群人折腾成这样的许家，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？好，这就是桃源县。记住了，我倒要看看，把这群人折腾成这样的许家，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？新来的流民，饿坏了吧？这半个鸡屁股上的肉，给你了，别客气。这在桃源县，狗都不吃，
这就是苏秉章嘴里的人间炼狱，这就是李文成哭诉的民不聊生。苏山长，你说许清欢苛待百姓，可这……糟了，这该怎么圆？必须转移注意力。公子，这街上的光鲜亮丽都是做给外人看的，真正的罪恶都被许家藏在暗处呢。许清欢那个恶女，就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没错，哪有乞丐不吃肉的道理？这绝对是有违常理。许家越是掩饰，就说明背后的真相越是不堪入目。真正的罪恶都在深山老林里，都在那牛首山的铁矿上。公子，老夫曾派学生去牛首山探查，结果只在山脚下听到了鬼哭狼嚎。据说那里一天只给1碗馊水，里面还混着沙子。仙公手里的皮鞭全是倒刺，还要蘸盐水，一鞭子下去，那肉都能翻卷起来。几百斤的矿石就让那群瘦骨嶙峋的流民背着，还要带着50斤的铁枷锁，锁链直接穿过琵琶骨，累死了，这直接往矿坑里一扔，连个草席都不给裹。走，去牛首山，本公子这次要直捣黄龙，亲眼看看那所谓的人间地狱。几百斤的矿石就让那群瘦骨嶙峋的流民背着，还要带着50斤的铁枷锁，锁链直接穿过琵琶骨，累死了，这直接往矿坑里一扔，连个草席都不给裹。走，去牛首山，本公子这次要直捣黄龙，亲眼看看那所谓的人间地狱。这怎么了？救命！这是什么声音？公子，听到了吗？那是刑罚呀！那巨响定是那用来炸开矿洞的火药，根本不管里面还有没有人，直接就炸呀！是啊，你听听那惨叫声，那是多少人在哀嚎，那是多少人在绝望的求饶啊！今日哪怕是龙潭虎穴，本公子要去闯一闯，哪怕救不了一个人，我要替他们喊一声冤。这就对了，这回许清欢就算是长了100张嘴，也解释不清了。末日真相啊！公子，这可能是幻术，障眼法！都给我住手！公子，你看，恶女露馅了，她要发飙了，她肯定是要把那些肉都抢走。谁让你们吃这么快的？给本小姐细嚼慢咽，每一粒米都要数清楚了再吞下去。都给我住手！公子，你看，恶女露馅了，她要发飙了，她肯定是要把那些肉都抢走。谁让你们吃这么快的？给本小姐细嚼慢咽，每一粒米都要数清楚了再吞下去。谁让你干活的啊？谁让你拿稿子的？看看现在的时辰，53刻，这是干活的时候吗？为了败家特意制定了强制午休，还提供了无限量的红烧肉，就是想把这帮人养成废物，把工期拖慢。可现在他们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，力气没处使，偷偷摸摸提前上工，照这么下去，我这矿山不仅亏不了，还得赚翻天。是，谁要是敢剩下一块肉，我就扣他10文钱。谁敢在喂食之前拿起稿子，就给我卷铺盖滚蛋！我在做了些什么？我竟然听信谗言，把这样一位活菩萨当成了恶女，这哪里是慌张？这分明就是桃花源里的大家庭。宋公子这是怒了！妖女，京城贵人当面，还不速速跪下认罪！许清欢，你逼迫矿工报时，名为优待，实则养猪，把人当牲口玩弄。公子，就是他，此女心肠歹毒，坑害百姓，还敢在您面前演戏。好狗，只要这小白脸敢开口骂我，我就敢当场讹诈，索赔一笔巨额的精神损失费。我正愁这败家系统的资金池快见底了呢。公子，你看，他死到临头还如此嚣张，请公子下令将此妖女拿下严刑拷打。聒噪！只要这小白脸敢开口骂我，我就敢当场讹诈，索赔一笔巨额的精神损失费。我正愁这败家系统的资金池快见底了呢。公子，你看，他死到临头还如此嚣张，请公子下令将此妖女拿下严刑拷打。聒噪！公子，你打错人了吧？污蔑贤良，颠倒黑白。苏秉章身为师承，搬弄是非，
李文成，身为幕属，嫉贤妒能。李文成，你这身官服我看是穿到头了。来人，摘他乌纱，扒去官服，押送吏部。告诉吏部尚书，这人我宋玉白让他滚。苏秉章，各处公民永不录用，天下书院谁敢收留，便属与我宋家为敌。学生宋玉白，肉眼凡胎，不知先生乃当世活菩萨，方才让误会脏了先生眼，是学生罪过。先生以肉养士，以修睦爱民，宋某拜服。宋公子言重了，分内之事罢了。既然苍蝇已除，公子可有兴趣去寒舍一叙？我看公子对我铺路的东西似乎很感兴趣。先生，学生一路所见，路面坚如磐石，车马不留痕，风雨不改色。敢问此乃何物？可是上古神物？此物名为水泥。宋公子有所不知，它来之不易。需采深海300丈，万年玄武岩，混集北火火山灰，经7749道工序猛火煅烧9981天，更要加数10种名贵药材调和阴阳，否则便是一堆废物。闺女，那不就是咱家后山那堆连狗都嫌弃的烂石头吗？你在这吹牛都不打草稿的吗？这要是被揭穿了，咱全家就是欺君之罪。需采深海300丈，万年玄武岩，混集北火火山灰，经7749道工序猛火煅烧9981天，更要加数10种名贵药材调和阴阳，否则便是一堆废物。闺女，那不就是咱家后山那堆连狗都嫌弃的烂石头吗？你在这吹牛都不打草稿的吗？这要是被揭穿了，咱全家就是欺君之罪。原来如此，难怪神医。先生，此物造价必定不菲吧？此物废品率极高，我也不能让家里亏太多。15两银子一担。15两，竟然只要15两！金砖10两一块，仅能铺地；糯米回浆，遇水一缩，10年耗银100两。您这水泥万年不腐，15两连药材钱都不够啊！您这是贴钱生产，是毁家纾难，是用许家积蓄为大钱铺就通天大道啊！先生高义，学生即刻800里加急修书京城户部，奏请圣上为许家立牌坊，封皇上，让天下皆知先生义举。这什么阅读离奇？我只想当奸商啊！如果这水泥被朝廷采购了，还要被当成爱国低价推广，那我岂不是要被迫量产？等等，价格还能商量，可以涨啊！先生不必多言，学生懂您淡泊名利，学生定是先生知音。备马，磨墨，即刻写奏折，一刻不能耽误。闺女，原来这就是格局，你是想赚皇上的钱，高，实在是高。学生宋玉白，叩见。免了，出门在外不论君臣。坐下吧。是。看了一路，这桃源县你觉得如何？殿下，此乃人间奇迹！许先生贱卖水泥修路，强令矿工吃红烧肉，发放高温补贴。这琉璃阁看似敛财，实则是在填补基建亏空。他是毁家纾难的当世圣人。圣人，宋边相，你的格局还是太小了啊！殿下何意？殿下，此乃人间奇迹！许先生贱卖水泥修路，强令矿工吃红烧肉，发放高温补贴。这琉璃阁看似敛财，实则是在填补基建亏空。他是毁家纾难的当世圣人。圣人，宋边相，你的格局还是太小了啊！殿下何意？你只看到他散财行善，以为他靠道德感化世人，错，大错特错。他不是在做慈善，他是在治国。治国，大清国库空虚，不是缺银子，是富商贪官把银子埋在地窖成了死物。许清欢用奢侈品逼出死钱，变成路，变成饭，变成工钱，这是不见血的货币战争，这是国事手段。国事无双，你舅舅户部右侍郎宋志远正在为北境军饷亏空发愁，正是
舅父已是3日未眠，再抽不到金饷，便要自请下狱。户部没钱，是方法错。桃源县有现成的真经，为何不让你舅舅来取？多谢殿下指点，学生即刻800里加急送信回京。奏折要发，但内容要改，让你舅舅按兵不动，暗中配合许家。为何？许清欢这把剑太过锋利，过早暴露会被守旧派毁掉。我们要保护他，让他在桃源县把棋下完，懂了吗？学生明白，学生愿做殿下与先生之间的马前卒。去吧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桃源县的每一块砖，都是锦绣文章。造孽啊！本来想卖天价水泥狠狠败家，结果被当成爱国低价。本来想搞奢侈品当奸商，又被捧成波夫记名的圣人。这败家系统的任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完成？哎，闺女，宋玉白的奏折已经800里加急送走了。完了，皇上要是知道了，我以后连偷懒都没机会了。啊！造孽啊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我以后连偷懒都没机会了。啊！造孽啊！按兵不动，暗中配合许家，这许清欢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大人，3殿下命令，命户部全力配合桃源县许家，不得有误。老夫早该料到，区一个商贾门户的女子，哪来这等气吞山河的格局？原来是3殿下的手笔。殿下他是要在豫州独辟疆场，用金银积攒势力，建制大宝之位啊！而我宋之远便是殿下选中的托儿，这哪里是什么家书，分明是改朝换代前的入伙状。哈哈哈哈哈！3殿下这是借许清欢之手行变法强国之实，北境军饷又着落了，朝廷困局破了。来人，备文，按3殿下旨意，全力配合桃源县，从今往后再也不必叫苦连天。老夫这便进宫去讨赏钱，不是哭穷。哼，老三这封折子写的还真是锦绣纷繁呐。哼，石柱长街，琉璃通天。陛下，3殿下向来寡言，想来桃源县确有不凡之处。不凡？朕国库见底，哪来随手点金的商贾？百姓艰难度日，哪来凭空出世的圣人？水泥铸造，琉璃吞金，这许清欢到底是济世才女，还是老三养在外面的恶虎？安营。回主上，裴大人刚办结豪强案，朕无案可查。既然老三把桃园夸得天花乱坠，宋之远又反常安静，那就派裴差去传朕旨意，受裴寂联合巡查之旨，即刻奔赴豫州。哼，朕倒要看看铁面之下这桃园幻梦能做多久。哼，若是真的，朕要这些钱换主子；若是假的，许家连同老三一起消失。受裴寂联合巡查之旨，即刻奔赴豫州。哼，朕倒要看看铁面之下这桃园幻梦能做多久。哼，若是真的，朕要这些钱换主子；若是假的，许家连同老三一起消失。谁在背后算计我？最近风头太盛，总觉得要出事。败家还没成功，可别先被人抄家。不管是谁要来搞事，先把钱藏好再说。造孽啊！老张，你这趟去桃源县，少说也得赚个300-500两吧？你瞧不起谁呢？我上回去就那1车净参泥，转手就赚了800两。这回我带了3车货，少说也得翻3倍。而且我听说许小姐又出新货了，叫什么冰剑，能在3伏天造出冰块。真的？这大热天的，冰块比金子还贵。可不是嘛！冰剑，3伏天造冰，
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小生这一路上遇到的人，10个有9个都说去桃源县。敢问诸位，那地方当真如传闻中那般神异？哟，没去过桃源县，那你可真是白活了。那水泥路平坦光洁，矿上的工人天天吃红烧肉，连城里的乞丐吃的烧鸡都格外干净。依小生看，不过是收买了几个托编排出的事情传奇罢了。这位书生，你若不信，咱们打个赌。3日后，你若去了桃源县，发现有半句虚言，哼！但你若发现那地方比我说的还邪乎，你得当众给许小姐的雕像磕3个响头，喊3声学生有眼无珠，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在下这就去桃源县。发现有半句虚言，哼！但你若发现那地方比我说的还邪乎，你得当众给许小姐的雕像磕3个响头，喊3声学生有眼无珠，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在下这就去桃源县。这位爷，你也是新来的吧？我跟你说，这桃源县啊是个好地方，您瞧瞧这街道多干净。自打许小姐立了规矩，城里连痢疾都绝迹了。许大小姐说要讲卫生，不能随地大小便，不能乱扔垃圾，还得勤洗手。规矩一立，病就少了。这不对，如果许清欢真的是个贪婪的奸商，为什么群众不仅不反，反而感激涕零？还早，快走，快！你别磨蹭了，快点，坐我们位置别忘了，快走！一起走啊！难道是不堪欺负，以迷乱？走，快走，快点！跟上！别急，今儿秋收节，干活管饭还领20文，去晚啥都没了。快点！对，街上如此喧闹，可是发生暴乱。客官睡糊涂了，这是许小姐办的秋收节，下地就给钱，我得赶紧走。豫州大旱3年，赤地千里，何来秋收？定是许清欢欺诈民众的手段。不可能，豫州旱地绝无此等庄稼。下地就给钱，我得赶紧走。豫州大旱3年，赤地千里，何来秋收？定是许清欢欺诈民众的手段。不可能，豫州旱地绝无此等庄稼。根须盘结深扎，是生长数月的老根，绝非遗址。贵人吓傻了吧？许小姐改土养地，这地比金子还贵，快拿着镰刀割刀！这等品相，远超江南2点。1亩地收割完毕，上秤验产。我来称，我亲自称。4担3桶。许小姐，神明在世！曾以为他是奸商骗子，用科规敛财，用假象欺世。可今日所见，亩产4担3斗，足以救大千万民于饥馑。那些严苛规矩，不是压榨，是护民；那些罚款，不是敛财，是兴诚。学生裴寂，有眼不识泰山。原来，这就是神农。 4担3斗，许家这是在告诉朕，想让百姓吃饱，就得留着许家的脑袋，还得给老三留条活路。来人，传旨。 想让百姓吃饱，就得留着许家的脑袋，还得给老三留条活路。
来人，传旨。圣旨到。徐有德、许清欢，接旨吧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豫州许氏济世安民，亩产祥瑞，特封许清欢为安国县主，徐有德江宁府知县，即刻赴任。说的话，原书中江宁是大前最富庶的地界，也是官场上最著名的乱葬岗，没有一个知县活下来。哪里有江南4代世家，连两江总督都得看他们脸色行事。皇上这名为升官，实则送死啊！徐有德、许清欢接旨。臣徐有德叩谢皇恩。闺女，江宁遍地银票的金山，陛下让咱奉旨捞钱。江宁水深必死区，做好得罪世家，做不好被皇上砍头，催命符啊！陛下口谕：岭南荔枝田送不到北境无用，将士动乱手脚，你能点石成金，江宁税银糊涂账，你若收不上来，安国必安息。便利到无人敢握，江南世家奉陪到底。陛下口谕：岭南荔枝田送不到北境无用，将士动乱手脚，你能点石成金，江宁税银糊涂账，你若收不上来，安国必安息。便利到无人敢握，江南世家奉陪到底。请公公转告陛下，江宁硬骨许家肯定了，银子别撑坏户部库房。好志气，咱家在静候佳音，那咱家就先告辞了。闺女，收拾东西搬家，江宁买最好的宅子，秦淮河盖更高的楼。爹，你知道江宁上一任知县怎么死的？管他，咱许家有钱。我怕你有钱赚没命花，哼！哼，徐有德、许清欢，豫州暴发户黄毛丫头，也配来江南分羹？徐老，要不要办道解决？粗俗！朝廷的人死在路上难看，让他们进城。江南水深，来了容易，想走留下命。秦淮河的鱼正饿着呢。快，都给我装上车！都给我小心点儿，这可都是咱家的宝贝，这是紫檀的，1两抵1两金，劈了都能卖钱。爹，别带破烂，江宁什么都有。很好，我特意吩咐了管家李胜，把出发的时辰提前了1个时辰，还严令不许惊动任何人，主打一个悄悄的进村，悄悄走，不省麻烦，去江宁祸害世家。走吧。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挡老爷发财路？走吧。哪个不长眼的，敢挡老爷发财路？闺女，这是送咱们的，爹原来是好官。错了，我是恶人，不是青天大老爷，必须赶跑他们。都在这挺尸呢，不用干活。矿山停工，庄稼不收，谁让你们挡路？耽误我去江南享福，你们赔得起？卖全家都赔不起我1双鞋，看什么看？滚开！倒是给车走的，不是你跪的。你是为了桃园去江南受罪，心里还装着咱们能不能吃饱？县主大善人，我们好好干活，绝不丢脸。这是全城心意，谁欺负您就惩罚咱。桃园几十万百姓是您娘家，对啊，离谱了！谁要泼伞，都滚！再挡路扣1个月工分。车夫，冲过去！
鸡蛋，老母鸡，听一下说两句。闭嘴！大小姐，等等，这是我们给您做的。驱赶百姓，辱骂长者，冲撞人群，无视孤儿，恶行恶劣，退休金500万元，已到账。500万！系统真是人工智障。爹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们先去码头。驱赶百姓，辱骂长者，冲撞人群，无视孤儿，恶行恶劣，退休金500万元，已到账。500万！系统真是人工智障。爹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咱们先去码头。你是哪个衙门的？敢拦本官的船？本官是皇上亲封的江宁知县。知县大老爷，小的不敢拦您，只是江宁码头有规矩，外来船必须安检，少说也要3天，遇雨就得5天。你们，这水真脏。你叫什么？小的王麻子，曹帮下人，当不得县主一问。哦，你也知道你是条狗啊？停船1天，损失多少银子？回大小姐，1天500两，5天便是2500两。你主子给你的月钱够赔吗？江宁码头还没人敢跟曹帮算账。这里大钱的江宁不是曹帮后花园，我爹是奉旨知县，我是御封安国县主。拦船，小则阻拦公务，大则藐视皇权，造反！让开！哼，记着这张脸，过几天我让你们跪着把路费送回来。我去，这怎么比猪圈还臭啊！记着这张脸，过几天我让你们跪着把路费送回来。我去，这怎么比猪圈还臭啊！这就是江宁县衙，我是当官的还是放驴的？爹，别看了，先找地方住下。客满，全城最好的客栈，怎么可能客满？我们是新任知县和县主。别说知县，便是知府来了，也是客满。好一个客满！江宁的地头蛇倒是给我接二连三送大礼。既然客栈不收，那就去买宅子，越大越好，越贵越好。我倒要看看江南的钱能不能让鬼推磨。今日江南世家的刁难，我尽数记下，来世必定加倍奉还。这是干嘛？闺女，要不咱去求世家送点银子，先找个落脚地吧。求他们，那是给他们脸了。这江宁有没有大的离谱，碰着没人住，谁都不敢买的宅子？有，城西留园，前朝首富私产，100亩亭台，跟那是凶宅，死了3日，主家闹鬼，还标价3万两，是死盘。就他了。不行啊，县主，凶宅还贵，谁买谁倒霉。3万两，怎么这么便宜？是不是看不起我？那是凶宅，死了3日，主家闹鬼，还标价3万两，是死盘。就他了。不行啊，县主，凶宅还贵，谁买谁倒霉。3万两，怎么这么便宜？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我要配得上县主身份的宅子，不是破烂，我出4万两，现银交割。今晚之前打扫干净，我要入住。这是定金，去喊人，乞丐、苦力、流氓都行，来留园打扫。1人1碗1两银子，现钱不限人数。哎，我出了钱，我力气大，我不怕鬼，我的穷鬼比死鬼可怕。爹，看见了吗？这也太疯了！江宁世家规矩大，但有一样东西比规矩更大，那就是钱。银子给够，别说是鬼推磨，磨推鬼都行。闺女哪是来当官的，是拿着钱袋子来给江南世家上坟烧纸的。这井底下，莫不是塞了个死人？我的亲娘啊！这是金子，足足有人头那么大的一块金砖呢！
我的亲娘啊！这是金子，足足有人头那么大的一块金砖呢！你是说发现了金砖？多大？成色咋样？有印象的没？快带我去！我的祖宗，这哪是凶宅，这是福地啊！这就是老天爷给咱爷俩发的年终奖啊！爹，淡定，格局，注意格局。系统面板上的余额因为之前的全城封赏和4万两买房已经见底了，这笔横财来的正是时候，但这钱烫手。李胜，那边清场了吗？还没，那几个苦力眼尖，看见了光，现在正围在那儿不肯走呢，说是见者有份。见者有份，行啊，那就给他们份大的。走去看看，记住了，一会儿都别说话，看我眼色行事。今晚本县主给你们表演个绝活。凭什么不让看？见者有份懂不懂？就是，这宅子荒了几10年，地下的东西无主，谁先挖走算谁的。凭什么呀？啊！谁让你们把他挖上来的？你想死是不是？想死别拉上本县主！人生，快拿黑狗血糯米，越多越好！还傻站着干什么？离那东西远点！那是压岁金，是镇井底下厉鬼的。压岁金。这宅子为啥是凶宅？为啥死了3任房主？这井底下正着前朝满门抄斩的冤魂。这金子是道士买命用的，谁碰谁替死鬼偿命。压岁金。这宅子为啥是凶宅？为啥死了3任房主？这井底下正着前朝满门抄斩的冤魂。这金子是道士买命用的，谁碰谁替死鬼偿命。看上面的红斑，是血浸进去的，是厉鬼的眼睛。这闺女不去当神棍，可惜了。县主，这可咋整啊？我摸了那东西啊！算我倒霉。李胜，去账房支银子，每人20两。这不是赏钱，是买药钱。拿了钱立刻去城隍庙烧香去阴气。今晚的事儿，谁敢说半个字，破了法阵，厉鬼索命，大罗神仙都救不了。拿了钱，滚！你说，关门。闺女，这真有鬼？有，穷鬼，比厉鬼还可怕。走，下去看看前朝首富给咱们留了什么。发了，咱们发了！这最少3万两黄金，以后谁还敢向咱们这暴发户？咱们是顶级豪门！系统人民币在这个世界无用，这笔黄金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李叔，清点造册，分批运走，绝不能外漏，闷声发大财。明白，县主放心。3万两黄金足够我在江宁布一盘大局。系统人民币在这个世界无用，这笔黄金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李叔，清点造册，分批运走，绝不能外漏，闷声发大财。明白，县主放心。3万两黄金足够我在江宁布一盘大局。印呢？我的大印呢？昨儿明明塞在这盒子里。大人，您这找法不对。官印乃朝廷重器，自带官气，真丢了，只能说明这衙门风水不认主啊。闺女，闺女，救命啊！爹，别找了。啊，印丢了正好。无印不审案，咱们今天讲理。是啊，你说这闹的啊！知县大老爷何在？这几个刁民强占我王家城西100亩良田，放租不交，还打伤收租人。大老爷即刻下令将刁民全家逐出江宁，归还田产。在江
王家便是法，地契便是天，谁敢得罪他？没想到肥羊竟然主动送上门来，那我就先拿你开单。喊什么喊？本县主耳朵不聋，判案可以，但衙门有规矩，不是嗓门大就有理。规矩在江宁，地契就是规矩。那是以前，现在衙门兴许按大钱律法来。王管事，打官司要走流程，诉状呢？什么诉状？地契不就是？地契是物证，本官问的是诉状，没有诉状，不知你告谁，告何事？写好了再来。好，我写。慢着，你是何人？我是王家大管事王贵，江宁谁不认识我？本官不认识。上堂需验明正身，防止前朝余孽江洋大盗冒充。物体。籍贯清册、保甲文书拿出来，连身份都证明不了，本官难办。万一你是逃犯，本官接状便是同流合污。我是王家人，这张脸就是凭证。律法讲白纸黑字，不讲刷脸。你自称代表王家，劝无主家委托文书，如何证明你是王家仆人？如何证明你是你爹娘亲生？请出具族谱、令堂生产记录或稳婆证词，证明你娘是你娘。荒唐！这东西谁拿得出来？我是不是我娘生的？与案子何干？我有地契，我看你就是包庇刁民，不想办案。等的就是拿不出来，你身份可疑，地契来历不明，本官有理由怀疑这是你杀人越货抢来的赃物。来人，将身份不明、持可疑器具咆哮公堂的狂徒王怪查出去。地契暂由县衙扣押，查明真伪再定夺。荒唐！这东西谁拿得出来？我是不是我娘生的？与案子何干？我有地契，我看你就是包庇刁民，不想办案。等的就是拿不出来，你身份可疑，地契来历不明，本官有理由怀疑这是你杀人越货抢来的赃物。来人，将身份不明、持可疑器具咆哮公堂的狂徒王怪查出去。地契暂由县衙扣押，查明真伪再。放开我！把地契还给我！慢着。老人家。起来吧，青天大老爷，我们真交不起足，求您别赶我们走。谁说要赶你们走？地契成了赃物，便是争议。田产按律由官府代管，避免荒芜。传本县主令，城西100亩田产由县衙暂管，委任张老汉等人为官田看护人，继续耕种。租子无需交给身份不明的骗子，按官田规矩，每年向县衙缴30%赋税即可。好，这帮赋税啊！你是土匪！拖走，别脏了衙门的地！青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，我菩萨！这个许清欢倒是块治天下的料子，以恶制恶，以律护民，把南郡那潭死水搅得活泛，比朝中那些只会清谈的酸儒强多了。陛下。江南四市士族盘根错节，许县主行事过于刚猛，恐遭反噬，是否需另暗桩出手制衡，以防生变？不必，江南沉寂太久，正需这般敢闯敢冲的野火。专政口谕：皇城司江宁案点一律不予干涉，任其放手施完。朕倒要看看这把火烧出多少魑魅魍魉。遵旨。徐有德教女有方，倒是捡到了块宝玉。专政口谕。皇城司江宁案点一律不予干涉，任其放手施完。朕倒要看看这把火烧出多少魑魅魍魉。遵旨。徐有德教女有方，倒是捡到了块宝玉。徐有德，你可知罪？儿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写家书说家中困局，让我火速驰援，结果你在此地享福。这般欺瞒，简直大不孝！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再说清欢这边确实需要人手。大哥，父亲也是一片好意，你消消气。你也帮着他骗我，可知我在京城日夜担忧，寝食难安。好了好了，是爹不对，爹给你赔罪，今晚摆宴给你接风洗尘。那许清欢就是个乡野丫头，前天伤了我王家管家，我迟早让她跪在王家门前求饶。就是一个女流之辈，也敢插手世家事务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放肆！谁敢辱我妹妹？
谁敢上前，休怪我不客气！徐家欺人太甚，害完王贵，又害我儿辈毁容，此仇不共戴天！我现在就带人砸了刘元，活剐了许清欢！哼，徐家欺人太甚，害完王贵，又害我儿辈毁容，此仇不共戴天！我现在就带人砸了刘元，活剐了许清欢！够了！谢先生有令，此刻动许家，只会打草惊蛇。许清欢那丫头手段毒辣，背后恐有靠山，不可轻敌。爹，我被毁容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算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但不是现在。去，找几个手脚干净的江湖人。许清欢不是喜欢出门吗？给他备一份大礼，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是夫人。雨太大了，先找地方避雨。大小姐，前面有座听雨轩茶楼，咱们先去躲躲。大小姐，不对劲儿，这些人不像普通路人，都是练家子。沉住气，静观其变。许县主，别来无恙。曹帮的人，谁派你们来的？王家10万两，买你项上人头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许县主，认命吧！王家10万两，买你项上人头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许县主，认命吧！别跑！杀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这里有20万两，放我们走。许县主，钱我要，你的命更要。大小姐，快跑！我拦住他们！小美人，没了护院，我看你还往哪跑？段天德，王家给你的钱，有命拿没命花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。住手！谁敢动我妹妹？清欢，在我身后。大哥小心！清欢，可护不住你了。要杀我哥哥，先过我这关！清欢，可护不住你了。要杀我哥哥，先过我这关！伤我儿女者，杀我杀！王家派你来的啊！休得！你不得好死！王家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，你先走一步，
我会让王家上下给你陪葬。欢欢，别怕，爹来了，赶紧找大夫来。割下段天德头颅，连同王家标记的兵器送帝王府，告诉王如海，许家与他不死不休。闺女，你肯定吓坏了吧？要不爹再找大夫来给你看看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没事。现在是时候把谢沈氏的死因告诉谢安了。是。现在是时候把谢沈氏的死因告诉谢安了。是。什么时辰了？韦老爷，丑时3刻。这会儿许家那破园子，怕是早被段天德踏平了。您要的人头，估摸着正送来下酒呢。谢安这老狐狸倒是借刀杀人的好手，可他想不到许家的金山银海，今夜之后就都姓王了。混账！没规矩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扰我品酒？老爷，段天德死了，这不可能！他带了白号好手，许家哪来的本事？来人，关门孙守，快派人去谢府，求谢阁老派兵。我们是姻亲，他不会不管。求谢阁老派兵。我们是姻亲，他不会不管。这里是江南王家，我是朝廷命官，谁给你们胆子灭门世家？谢家贵兵，这不可能！我是谢安七弟，我们是姻亲，是不是有误会？谢家主有令，王家上下鸡犬不留，连条狗都得死！谢安，你个疯子！老爷，清点完了，私兵轻伤18人，重伤5人，无人阵亡。昨夜杀手留下的兵器和财物，折算下来大概值个3、4万两。伤了的弟兄每人发500两安家费，用最好的药，请最好的大夫，告诉他们跟着许家干，命是自己的，钱是给家里人的。另外，外头传来消息，王家没了。这谢安发起狠来，确实比咱们这些粗人要绝。老爷，京城宫里来人了。圣旨到！这谢安发起狠来，确实比咱们这些粗人要绝。老爷，京城宫里来人了。圣旨到！哼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江宁县主许氏清欢，性情淑贞，心怀天下，利国利民。特封慈安郡主，着令即刻随父进京面见圣上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臣遵旨。爹，这圣旨不能不接吗？傻闺女啊，
那是圣旨，不是请柬。接了是闯龙潭虎穴，不接，咱许家就是再遭血洗。京城不是江宁，盯着咱们的眼睛多着呢。爹，我们去京城。我的祖宗哎，你慢点儿！大夫说了，骨头碴子刚合上，经不起操。这要是再折了，这就得把你把车顶上爹，了。不疼，大侠怎么能喊疼呢？就是有点麻。二少爷底子好，体魄异于常人，虽未大好，但不与人动武，坐马车颠簸几日无碍。听见了没？赶紧把库房里的马车轱辘缠上棉布，铺成最软的垫子。是，老爷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快点，快点！爹，今天的路线定了吗？走运河水路相对安稳，我已经让人去备船，沿途会安排人手接应。只是京城水深，咱们得万事小心。妹，别怕，姑护你。有爹和大哥在，我不怕。爹，今天的路线定了吗？走运河水路相对安稳，我已经让人去备船，沿途会安排人手接应。只是京城水深，咱们得万事小心。妹，别怕，姑护你。有爹和大哥在。今晚就走，趁着月黑风高，谁也别惊动。走偏门，把马蹄子裹厚点，别出声。许家刚灭了王家，手里握着私兵，这时候要是再扛着一把代表民心所向的万民伞进京，那就是功高震主，说不定皇帝当天晚上就会赐下一杯毒酒到驿站。哟，大小姐，见死不救嘛！万物皆有灵，他一生脚，这灵物即将化成胶啊！玉界不是江宁，不是百花楼，万物相识自有定数。你救不了他，他也没求你救。哎呦，慧姐，愣着干啥？赶紧走！前路是荣宠加身，还是深宫险途？或者是我仍有机会奔赴岭南那片荔枝林？